这边好像可以骑到很远呢。我们来看看啊，这有个图，这都是什么地方？小村边上的这些农民的房子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啊。这些房子都可以称得上豪宅了。香云沙文化创意园在这里，这叫沙运街。你看，边上做了一个恐龙的雕像，这条花廊还不错。你看啊，还是开着那种橘色的花，这一路还是可以去向蛮远的。我来观望一下，这边都是一些水田啊，不叫水田，那叫水塘，养殖的鱼塘。嗨，大家好，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来啊，它也是属于南沙的一个镇，叫揽河镇。揽河镇在这个地方有个村啊，叫紫沙村吧。这里边上有一条河道啊，我看当地已经把它修成了一条适合大家步行、骑车的绿道了。那我们就在这边随便的逛逛啊，趁着非常好的天气。刚刚我开车过来，到了这边以后呢，我就感觉啊，这边都是一派农村的景象啊，跟我们想象当中南沙自贸区正在热火朝天建设的新城区完全不一样啊。这边你看啊，村屋一片连着一片，河村一条接着一条，但这边应该也得到了很多的经费啊，当地政府应该也有钱，可以去慢慢的改善他们的环境啊。看这条河边的小道就建得非常漂亮。真的天气不错啊，比较温暖。今天现在的气温应该是21摄氏度，所以呢，我还是换上短袖衣服，这样呢就骑起来更加的舒畅。我看这边农民的一些房子建的还比广州附近的村里的房子还强一些啊。一个呢，它有更多的空地，每一栋房子边上啊都还有些空隙啊，不会说楼紧挨着楼。另外一个呢，这些房子啊，起码都还是有外墙，用的瓷砖吧，把这些外墙砌起来以后啊，就感觉这个房子看起来比较好看啊。哦，这个地下都画的数字啊，说明这条步道有2500米。哎，这个右侧有一个村前的，应该是活动的场所，篮球场之类的。这地方应该还有个水闸吧？你看，是一条江汇入到更大的一条江里面去的地方。我们骑上去看看。外面这条江就显得很大了啊，但我还没弄明白它叫什么名字。这边好像可以骑到很远呢。我们来看看啊，这有个图，这都是什么地方？你看啊，广东万里碧道，说的就是我刚刚骑过了一条河，特地标记了出来，有很多地方啊。哎，那咱们也不要贪多了，就沿着这条河道来骑行就好了。好，现在呢就是再一次沿着这条小河的边上来骑行。这地方修的还挺不错的啊！你看这些右侧的房子，
门都做得很漂亮，这一步就可以来到河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啊。前2天我还在广州的老城区，像荔湾区啊、海珠区的那种老的街道里面去骑行。那边呢，真的没有什么景观啊，就是一些老房子，而且很多街区的老房子呢，早就跟他当年建的那个模样啊，面目全非了。那唯一呢，就是留存着一些历史的故事和当年那种商贾巨贾啊，就那种有钱人的老宅的一些传说。可他们的子孙呢，早就不知去向了。但现在在农村这种地带啊，我相信跟100年以前相比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所以反而呢，这种地方就不会有那些时代沧桑、巨变啊带来的这种感慨，反而呢，就是日子过得比较平静啊，所以你还是过得跟以前差不多的这种日子就对了。当然，现在整体经济比以前是要强了，所以呢，你看这些农民的房子啊，绝对比城里人住的要宽敞舒适啊。刚刚呢，我就在左侧那个村头，那个紫沙村的村委会那边过来的，但我现在呢，在它的北岸骑行。等一会儿我再转到那头去，我觉得那边的房子，农民的房子好像更整齐一些。这个地方要搞什么呢？在这种冲边的小河啊，就是农村地带骑行，非常幽静啊，心态也会比较平和，仿佛就回到了故乡的那种感觉。耳畔会想起那种邓丽君唱的歌，这种小城的故事，还有就是家乡的这种恋曲。我觉得经常到这种地方来骑行啊，走路呢就不大可能。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看看风景啊，在这种舒适的环境里面骑行，就更能够让自己的心绪变得宁静。
你还别说，这条小河还是蛮长的啊，起码也有几公里吧。小村边上的这些农民的房子还是让人印象深刻，这些房子都可以称得上豪宅了。当然，我说的是以面积而论。今天我们从祈福新村开车过来啊，走的番禺大道，南下到了南沙的地界，就拐入到懒塘这个方向。到这边呢，仅仅只用了半个小时，所以呢，其实啊，并不遥远，比去城里还方便。但已经来到了另外一片地方。而这地方呢，我们都没有怎么来过。这边有一座水闸桥，我们来看看这到底叫什么冲啊？绿村直冲人民桥段啊，是这么一个地方，应该就是桥下的这条嘛。站在这个小桥边上来看看啊，这是两条河川交汇的地方。这边呢，显得更小一点，但是这种小冲是毛细血管一样的灌溉着这片富饶的土地。经过这个水冲桥，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个也有一些，相信也是退了休的人啊，到这种没怎么人来的骑行道上来骑行，很惬意的啊。我相信这种乡下地方啊，这种邻里之间其实都是亲戚关系啊，所以他们的孩子不是堂兄弟姐妹，就是表兄弟表姐妹啊，互相打成一片。有这个左侧有很多的花，很漂亮啊，可能是某一户村民自己种的。没想到这条冲边的小河还挺长的啊！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过到对面去的小桥，这就有点我们骑行在胶门水道边的感觉了。但是这边呢，看来这种村屋啊，还是建得不错的啊。
这条叫永利街啊。哦，前面倒是有一座桥了啊，但这个桥有没有路可以到对面去呢？看来我还得从桥下继续再往前走一段。我在这边稍微停了一下，就在这个桥的边上，看看有一座房子啊，这个房子应该是当地的房子，建得非常漂亮。我觉得我还得继续往前走一走啊。继续在永利街向前骑行。江边有好多棵这种紫颜色的树，还是增添了不少色彩啊。这里好像有一座桥可以去到对面的吧？又是一座水闸桥。你看，又是一条小冲汇入到左侧条稍微大一点的河冲啊，人民水闸。那我觉得我就见好就收吧，就在这个桥跨过对面去，回到对岸去骑行。其实这条河一直可以往前去得很远啊，我们在这边掉头吧。对面呢叫河沙村，这应该也是另外一个村，我稍微到里面去看看啊，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呢？我这边居然做了一个叫什么园艺创化文沙云香啊，应该倒过来读，香云沙文化创意园在这里，这叫沙运街。你看现在做了一个恐龙的雕像，是可以这边去的吗？应该是的啊，我们往里面走走吧。想必这个都已经废弃不用了，我看有个玻璃都打烂了。这种地方大概也只能是骑个单车到这边来逛逛。就原本好像也想做一个什么乐园的，但是可能看上去经营不善。南沙恐龙主题公园在我的左侧。这个地方叫揽河香云沙，应该也是有它自己的历史传承啊，看上去也是水乡的面貌。但我感觉这个乐园好像已经不再用了吧。但是这条花廊还不错，你看啊，还是开着那种橘色的花，
这一路还是可以去向蛮远的，那我们就骑到尽头去看看吧。很神奇的，这条花廊还可以去向蛮远的。哦，这边有很多小猫。哦，这边转过来，继续是那些花架子。我好像闻到了桂花的清香。这边应该有很多的荷塘啊，我看它盖着这种薄膜，底下应该是养鱼的。我的左侧呢，也覆盖着很多的这种布罩住的，应该是种植的啊，种植什么经济作物吧。那挺有意思的啊，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想我就不要去太远了吧，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南北路东沙河对一对就是往我眼前走，香云沙绿道河沙路，往回走吧。看了下地图，刚刚我骑过来的一条河叫六合利，现在我打算再回到那条河边去骑行。这边呢应该是搞农业观光的啊，但现在看来呢，观光产业应该已经没有什么生意了啊，但是这些观光农业应该还在啊。这里种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有一大片的甘蔗林在我的左侧啊。没事到这种乡野地方来感受一下啊，这种乡村的气息，我觉得是城里人时不时需要到这边来领略一下啊，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同时呢，它跟城区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形态，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如果能够相互的互补，那我觉得可能生活就更有意思。我的右侧呢也是一条小河沟，但这个可能是挖出来的一条灌溉的河沟吧，里面种了很多的甘蔗啊。这边都是做石材生意的，这种打磨石头的噪音非常厉害。我看牌子写着直走去顺德，往右走呢是河沙村，往左去是大生村。这条是南北路，这边也在修河沙村的村口，我们看看能不能在这条桥的跟前呢，拐到村边去骑行。这边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工厂，这里已经是揽河大桥了。不知道我走的对不对，我们骑到河边去。这边倒是有路可去，但是我要看看方向对不对呢？我也不知道骑到哪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呢，我刚刚说的那个六合里实际上是六村里，更正一下啊。现在我左侧的呢，应该就是榄塘，不对啊，榄河村，是榄河河来的。这段路好像不怎么样啊，往前骑看看是啥。终于骑到了平路上了。看看啊，这条榄河河还是很宽敞的。我还是确认一下地图，我发现我走的还是一条比较远的路，所以好不容易从这条弯路骑过来，我还得再骑回去，可能还是要在前面过这个榄河大桥上面的骑行道啊，到对岸才可以更接近回去的路。骑行就这样啊，经常会碰到一些无路可去，或者是走错路的这种路段，但也无妨啊，就这一段而已。就是前面这条桥了，也是需要我推车而上的。好，我们就从这边打算推车而上。好，现在我已经在榄河大桥上骑到河的对岸去。这边已经是榄河镇的热闹地方了，我记得以前应该是来过的，似曾相识的感觉。边上有一个星海小学，这个地方有一个榄河道班啊，应该以前是通火车地方。现在呢，我在榄河民生路上呢，我就感觉我其实还是来反了啊。应该我是应该在大桥的那头才对啊。又是一段乌龙路。这里的河道都是曲里拐弯的，你有时候顺着一条河道走，不经意间呢，其实已经走反方向了。好，现在呢，我走了一段冤枉路啊，再一次上这个榄河大桥去，要骑到北边啊，才能够回到我刚刚的六冲里那边。这确实有点搞笑，后面一点点路居然会走反。
这个桥下呢，就是揽河水道，揽河河了。我刚刚从对面上来，走反了，现在呢，我要向北而去。一般骑行呢，我就凭着感觉走啊。如果你在车把上加一个导航，那你就不容易走错。但是有时候我不想受这个导航的这种指引，是自己走。但是呢，经常会走错路，那走错了呢，只能看看地图再绕回来。这个对面叫北斗。刚刚我就从那边骑过来的，显然我是骑错了。虽然这个路上呢还是有些坡，有时候也有上桥下桥的，但整体来讲呢，坡度不算大，所以骑起来还算轻松。我觉得我从出发的叫紫沙村那里过来，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我的赶紧骑回去跟我家人去会合了。左侧就是我刚刚进去的香云沙文化创意园。前面呢应该就是那条六春砾，就是立教的立，这么一条河浜了。应该就从这边上去，沿着这条河冲的迪安路骑行。这里是美丽大生村，看到河的对岸有一种高耸的，应该是建电梯电缆的一座楼啊。好，现在呢我就回到了正道上了，然后我们就在这边一边看看风景，一边愉快的骑过去。河的对岸就是我的左侧有很多的村屋，但是这右侧这边都是一些水塘田地，好像没有什么老百姓住的地方。这里一个水塘接着一个水塘。你看，这里我来观望一下，这边都是一些水田啊，不叫水田，那叫水塘，养殖的鱼塘。这种自养的机器都开着，这就有水乡的感觉了。经过一座桥，这条河的名字叫六春砾，就是我的理解啊，经过6条村的一条河浜。我觉得这条河啊，你看啊，河的左侧呢都是村民的房子啊，
但是这个河的右侧，要不就是荒地，要不就是有待开发的土地，就没有村民的房子，想必呢已经将来准备要开发了。骑行在农村地带这种河边的路上，真的可以放空一切，因为也不要去想这个地方有什么人文景观或者是文化遗存，因为事实上也没有，看到的就是田园、河流、鱼塘，还有就是在树林中穿行，就这种感觉呢很放松啊，没有任何压力，就享受骑行的乐趣。就骑到一定程度呢，身体就会有一种轻快感啊。我觉得跟长跑跑到一定的距离之后产生的轻快感是有点类似的。就这个时候呢，你觉得脑海当中啊，心无杂念，就满眼都是美景，心中只有愉悦啊，就这种感受还是挺好的。我刚刚应该就从左前方来的，然后现在我要骑上一座小桥，从这个小桥呢再回到黑暗区骑行。这里又是一个水闸啊，叫什么水闸呢？我也没看到名字。好吧，拐过来，再回到窗边来骑行。这个河川的两边呢，都是村民的房子。就刚刚从河的左侧对岸骑行，现在也回到了河的这边来骑行了。两边的景色都差不多，两边的河川边上的绿道啊、清水的道路等等都建得很好。但是这些呢，对于我们偶尔到这边来骑行的人来讲啊，是一种惊喜，觉得很美。但是对于周边的老百姓来讲啊，可能他们更关注的就是他们田里的庄稼的长势。他每天晒雨淋的，就在田间劳作，对这种骑车或者散步应该没什么兴趣。当然了，这些门前的景色变美了，总是一件好事。这条路上有些牌子写着，在哪里搞了一些所谓的艺术天地，那也有一些观景的去处，但是呢，我觉得也就是乡村味的一些摆设吧。倒是有一些房子的白墙上啊，画了一些农民画。
好了，我已经回到我出发地方了，紫沙村的村头了。我就在这边结束紫沙村绿道的骑行。稍稍走了一点弯路但基本上还是美景伴随。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欢迎大家点赞订阅下次出行再见了，拜拜。